泽连斯基把目标看向中国，打的一手好算盘。俄罗斯的态度亮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基辅。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这里与他会面。”中国上个月公布了一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乌克兰欢迎中国的外交介入，但泽连斯基表示只会在俄军撤离乌克兰领土后才考虑和平协议。对于中乌是否会举行高峰会谈，俄罗斯回应称他无权对此事做出建议。俄罗斯方面表示，我们知道中国的平衡立场，我们高度重视它，相信中国会根据某些接触是否有利来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无权在此提供任何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回应称，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有关各方都保持沟通。面对记者提到的具体问题，他没有可提供的信息。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泽连斯基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基辅的事情呢？首先，泽连斯基想利用中国的影响力推动俄罗斯撤军。对乌克兰来说，美国和西方国家都不愿意乌克兰谈及停火协议，但是乌克兰也想避免被看成是不愿意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危机的一方。基于中国发布的12点立场，尊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泽连斯基政府对中国施压俄罗斯撤军仍然抱有希望。但是乌克兰方面可能不理解中国保持中立态度的本质。不施压俄罗斯原本就是中国的底线。劝和促谈是要俄乌双方进行谈判，而不一定是中国与乌克兰进行高峰会谈。第二，泽连斯基的底线是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军援，只要中国高层访问基辅，就能排除最坏的结果。乌克兰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与俄罗斯不只是发展经济合作，而且要向俄罗斯军队提供帮助，这将直接逆转战场上的局势。不管中国做出多少次承诺，都比不上高层访问基辅更能表达中国的态度。所以泽连斯基不但要给中国推动和平一个面子，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中国不会军援俄罗斯。当然，中国领导人去不去基辅都不会军援俄罗斯。这个外交决策的核心就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与帮助乌克兰无关。泽连斯基没必要想得太多。第三，乌克兰需要为和平解决危机留下一条退路，特别是军事手段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之时。不管泽连斯基嘴上怎么喊要恢复1991年的边境，要收复克里米亚，关键还要看乌克兰军队是否有这个能力在战场上突破俄军建立起来的防线。乌克兰之所以不怼中国的和平解决危机立场，可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尊重其领土主权完整，更重要的是他要为和谈留下一条退路。乌克兰现在主要依赖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打仗，外部环境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而且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远比乌克兰要强得多，战场胜负前景不明。要注意一点，如果俄乌需要通过谈判解决危机，俄罗斯又不信任西方国家，那么通过中国斡旋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俄罗斯方面在中国领导人是否会访问乌克兰的问题上也表达了尊重，说明中俄战略互信不会因为中乌互动而受到影响。俄罗斯也需要中国在斡旋危机问题上做得更多，毕竟这对普京而言是相对有利的，总比战争再打几年让俄罗斯变成一个二流国家要强。泽连斯基想要的，中国会满足他吗？这恐怕还需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因为斡旋一场危机需要三方有足够的耐心。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